莲心，现下已无旁人，你有话就直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本是好心，希望奴婢终身有靠，才将奴婢赐给王卿做妻房。谁知王卿连畜生都不如，每每吃了那药，便对奴婢肆意打骂凌辱。王卿这样，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？这样的事，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？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。前王卿说过，只要奴婢敢对外吐露一个字，他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。皇上，王卿无耻，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。那今日又是为何？今日王卿不当值，他一回到午房就开始服药，奴婢在窗外见他这样，便吓得不敢回去。王卿大约是药性发作，又找不到奴婢，便发了狂跑出来。王卿可恶！皇上，您得给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晋忠刚才去王后宫房间搜查到一盒药丸，给齐太医看。这是额吉素丸。皇上，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，一直在奴才们面前吹嘘娶妻之事，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。皇上，请您一定要蒙住王卿的嘴，不许他醒过来以后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。臣妾在宫里再也不想见到王卿那个贱奴了。皇上，您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，出这份屈辱。李煜，叫人拿麻盒堵住王卿的嘴，打断他一条腿，把他赶出宫外，沦为乞丐。这，皇上，好了，朕已经处置王卿了，你就别再哭了。王卿这个贱奴，死了都不足为过。您才打断他一条腿，未免太便宜他了吧？贵妃，你今夜也受惊了，早点歇息吧。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此事王卿是重罪，莲心只是无辜受害，还请皇上看在莲心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，不要责怪莲心。先起来吧。朕呢，不会责罚莲心的。莲心，朕今日就取消你和王卿的婚配。若你想出宫去探望家人，朕也准了。奴婢离宫后，家中弟妹无所依靠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。你倒不怪皇后。皇后娘娘哪里知道王卿是这样的人？奴婢不怪皇后娘娘。也好，下去吧。皇上，奴婢还有一事。说。奴婢知道关于玫瑰人生子的流言，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，而是那日王卿了差事喝了黄汤，最后胡说出来的。只是奴婢从前深受王卿之苦，家人弟妹也被要挟，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，请皇上恕罪，娘娘恕罪。你说的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贤妃娘娘恕罪，贤妃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。是王卿？那为什么宫人说是在延禧宫附近传出来的？
延禧宫是王庆回五房的必经之路，他那日喝醉了，躺在延禧宫外的甬道边满口胡说，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被旁人听见，就以为是延禧宫传出的流言。王庆酒醒后知道自己胡言，便赖在了延禧宫，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。你说的话都是真的？奴婢不敢妄言，此事知道的人不多，皇上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告知奴婢。奴婢与延禧宫也素无往来，若不是王庆胡说让奴婢知道，还会有谁说与奴婢？鱼，奴才在。王庆口中的麻盒，至死不能拿下，要他以后不许再胡言乱语。皇上，不是杖责打断一条腿吗？至死是让宫里面的太监全部集合到慎刑司，看着王庆行刑，看看还有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混乱后宫。这。你这傻子，明明不是你，还愿意把自己关在延禧宫里，朕很是心疼。皇上不用心疼，为了不让皇上在后宫左右为难，也因为皇上一直顾全着臣妾的周全，就算再多的流言，臣妾也愿意忍受。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，你我的亲色之情，后宫诸人谁都无法比拟。委屈你了。今夜繁星璀璨，甚是好看。这江南的山水，也就是朕最向往的地方。等到将来，朕带你去看柔兰湖绿，疏雨桃花。朕喜欢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你。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，去到哪儿都是人间圣境。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奴才！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？啊！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拦着？他是副主管，奴才也不敢呢。都是奴才的错，你打死奴才吧！他是副总管，你们就不管了吗？啊，不拦了吗？本宫昨天在门口受了那般奇耻大辱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都看着本宫的笑话。你们这帮没有良心的人，你们以后让我怎么有颜面去见皇上啊？怎么有颜面去见皇上？一群无用的东西，都给本宫滚！滚啊！这，王倩那个狗奴才，必须得死！是，必须得死！必须得死！是，必须得死！皇上赏王公公贴加冠，嘴里的麻盒至死不让拿下来。昨晚已经死了，死了就好，死了他就不会攀扯咱们了。是。你说王庆不会说了什么吧？他的家人在宫外，有高大人在，他怕连累他家里人，不会说什么的。是啊，那就不关咱们的事儿了。本宫就是不服气贤妃。凭什么大哥能交给他养，不能交给本宫养？是本宫先要养大哥的，皇上就是偏袒他，就是皇上偏心他才交给他抚养的，所以才逼得本宫必须自己想法子，把贤妃拉下来，要回大阿哥，结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本宫怎么就没有个孩子？本宫要是有个孩子，哪日若是本宫失了皇上的欢心，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会不理本宫的。贵
贵妃真是无事生非，非要跑到延禧宫前头去，才会被王钦撞上。也难怪皇上会生气，疏远贵妃。一抬头就见到自己的爱妾被一个阉人欺辱，医病散乱，能不气恼吗？可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皇上恼贵妃的未必只有这一桩呢。这玫瑰人生子的流言，多半是贵妃那传出去的。王钦向来笼络贵妃，难保不说与他知。这贵妃诬陷贤妃，也是意在大阿哥。其实有皇后娘娘照拂，非要争长子做什么？可见贵妃有二心。就是这王钦可恶之极，白白害惨了莲心。本宫想想，真是对不住他。这莲心是可怜，可莲心没能笼络住王钦，咱们也是白白丢了一颗棋子。如今在皇上跟前的是李煜，咱们要再想探知皇上的心意，可就更难了。是本宫误了莲心，不过暂时也不能放他出宫，免得将我们拿他笼络王钦、探知皇上的心意的事情说出去。皇上最恨别人刺探圣意了。奴婢原想，就算莲心要出宫，有他弟妹在手，也不怕他胡说。罢了，他愿意留下也好，别做这些伤阴质的事了。那就让他在殿外伺候吧，免得娘娘看见他又是心酸。主儿，皇上很久没去咸福宫了。惠贵妃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贵妃呀，那是自己耐不住，非要总是经过咱们宫门前看笑话。原本奴婢还想着是皇后娘娘赐婚对时的，这样的事儿应该落在皇后身上，叫她深受惊吓，那才痛快呢。皇后重规矩，断然不会把玫瑰人孩子的事往外说，唯有可能的就是王钦。可是王钦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做，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了。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？起初我也想不明白，直到贵妃想要带走永璜，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的想诬陷我，自然想要得了好处。既让我因玫瑰人之子受到责罚，又惹皇上皇后厌恶，又可以把永璜带走，这两重好处像极了贵妃的心思。她又在延禧宫门口幸灾乐祸，我便猜到是她。最后也果真没让主猜错。还是李煜和莲钦得利。李煜从慎刑司找到了马脚，还和王钦换了当值的时间。直到莲心从王钦嘴里套出了实话，也算是坐实了贵妃。这贵妃也是心黑，这般诬陷主，主倒没有告发她。贵妃有这样的家世，哪里轻易撼得动她呢？而且告发贵妃，就是继续戳皇上不想提的伤心事。总之，现在既教训了贵妃，惩治了王钦，又救了莲心，还许了您的冤屈，一箭四雕。是，既解了我的困局，又解了莲心的苦痛，更绝了宫中的对食之事。主儿，您真的从来都没担心过吗？您自愿禁足，可当时并不知道李煜与莲心究竟能不能做成此事。万一贵妃再进谗言，冤定了流言因您而起，那时候皇上想保全您也难呢。自然会担心啊，所以我就赌一把，赌我猜中的人必会留下疏漏。我此刻留在延禧宫，他们以为我被困住了，便会得以松懈，这样我们就更能成事。主聪慧。可是主儿，那莲心不会把这事儿说出去吧？莲心这次出力不少，况且我们只是用了法子翻出了实情，并没有冤枉谁啊。莲心一心想离了王钦，如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是。
主儿，主儿，主儿，给皇上请安。哎呦，主儿，哎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是奴才，是奴才。皇上呢？皇上，你跟皇上说我身子不好了吗？奴才跟皇上说了，皇上说让齐太医来给您医治，让您好生养息。皇上还说他得了空自然来看您。王钦羞辱了本宫，本宫还委屈呢。皇上都这么些日子不见本宫了，皇上以前从来就没这样对过我。你说皇上是不是怨我了？不会的，皇上若怨您，又怎会让齐太医来为您调理身子？皇上一定疼您的。这次的事儿，皇上虽然也怪皇后，让莲心与王钦配婚才惹出了风波，可是皇后有儿女在，夫妻总能期末。不像我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皇上说冷着我就冷着我。您虽然没孩子，但您有家室啊。皇上重用高大人，就不会不在意您的。阿玛，我要给阿玛写信，让她向皇上进言求情。是，贵妃真的让高冰替她求情？是，高大人这么做，可见也不聪明。不过这次倒是娴妃赢得很漂亮。娴妃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太后，齐汝有一事请太后议旨。什么？贵妃说，素日里所用的药物并不起效，嘱咐齐太医换药方。他换不换药都那样，齐汝之前怎样，现在依旧怎样，不必为他大费周章。奴婢明白。宜贵人有喜，这枚麒麟送子金锁是哀家赏你的。谢太后厚爱，臣妾一定不会辜负太后的期望。诗经有云：“灵之子，真正公子。”麒麟是送子的吉寿，真正是好意头。娴妃说得很是。宜贵人，哀家希望你能够顺利诞下皇子。是太后。皇额娘的礼实在是心意独到。皇后一向不喜奢华，哀家赐给宜贵人的这对麒麟金锁，皇后不会嫌哀家老糊涂了吧？皇额娘一片心意，儿臣怎敢这样想呢？何况宜贵人玉玺，皇额娘爱护宜贵人，等同是爱护儿臣。宫中祥和平安才是中宫有德。前几日为了许婚那件事惹了不少风波，皇帝身边的王钦都被赐了死。皇额娘责备的是，儿臣本是好意，不想却生出宫闱祸事，儿臣真是无地自容。皇后是好心，可切要记住，凡事都不能伤了天和。哀家多次叮嘱你，中宫以养育皇嗣为要，你舍本逐末，不该如此。儿臣知错。启禀太后，皇后娘娘正忙着皇嗣之事呢。皇后娘娘命太医院多多熬制坐胎之药，每日送往各宫之中。臣妾们领受恩惠，很是感激皇后娘娘的慈心呢。起来吧，都坐吧。谢皇额娘。谢太后。那也罢。皇帝呀，前几日哀家命人夜观天象，祈求祥瑞。青天剑有没有和皇帝说结果怎样？青天剑说天象祥和，
尤其是北天女秀星尾带小星，连续数月格外明亮。就是说啊，后宫的女子会有大贵之态，儿子的心里啊甚是欣慰。女秀星形如蝙蝠，寓意福兆多吉。看来宜贵人这一胎是大福之象，如此宫中更不能有白事相撞啊。儿子明白皇额娘的话，会让玫瑰人安心休养。儿臣向皇额娘和皇上求个恩典，宜贵人侍奉皇上多年，她的位分也应该升一升了。宜贵人生产完，无论是男女，朕都会尽她品位。皇后娘娘，这宜贵人有孕，臣妾瞧着她住的景阳宫也许久没有粉刷了，这昏昏沉沉的也不适于养胎。若是能修饰一番，这宜贵人住着也舒心呢。甚好，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细心修复景阳宫，让宜贵人好好安胎。如此便好。谢太后，谢皇后娘娘，谢嘉贵人关心。贤妃可以协理六宫，也可以一同照顾宜贵人。皇上，你教养永皇很好，可见你很会照顾人。皇上，贤妃之上还有贵妃，若撇去贵妃，让贤妃协理六宫，怕是贵妃心里会不好受。而且，贤妃年纪还轻。皇后，这持事之稳重，无关于年纪长幼。贵妃身子虚弱，今日不也是没能来吗？等她身子好些再说吧。贤妃虽然可以为你分担，但她对后宫之事还不够娴熟，你多指点她便是。是。那贤妃，既然皇帝看重你，你就多学着点吧。臣妾遵命。皇上，皇上，莲心之事确实是臣妾失察，臣妾知错。皇后啊，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知道你并无坏心，可有些事情无需多此一举，惹得皇娘挑剔，也让六宫不宁。臣妾明白了。你也无需过分自责，谨记教训便好。是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娘娘，皇上给了贤妃协理六宫之权，这回真的生了本宫的气。皇后娘娘别过分焦心，王钦那事儿也是才出，事情过了就好了。还有，皇额娘当众不给本宫颜面，是本宫自己不好。太后的心思也是难测，让您受委屈了。